今天我们来聊聊富士的一款中画幅镜头 GF 35到70毫米，光圈是 f4.5 到5.6。没有错，这支镜头是富士中画幅的套头，我也叫它狗头。听到狗头，你马上就会想到画质非常普通，但是在中画幅里，狗头的视力到底有多强？你可能会想，轻便的同时，它又能扛得住 GFX 100S2 12000万的像素吗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。这颗镜头只有390克，搭配 GFX 100S2 使用，几乎没有什么负担。出门旅行或者是日常拍摄特别的适合。虽然大家都叫它狗头，但它的做工其实一点也不马虎。镜身采用复合材料，手感不错。它还支持防尘防滴设计，中画幅狗头也能这么硬气。不过它是伸缩型设计，开机后需要先转到35毫米才能开始拍摄。如果你习惯定焦那种随开随拍的节奏，刚开始可能要适应一下，不过用几次也就习惯了。镜头上也没有任何按钮，也没有光圈环，所有光圈调整都是靠机身来完成。虽然有些朋友可能会怀念那熟悉的咔嗒咔嗒的光圈环手感，但换个角度来看，这样也让镜头整体看起来更简洁、更清爽。35到70毫米这个焦段，在中画幅上大约视角等效全幅的28到55毫米，属于非常实用的日常焦段，拍风景、扫街、人物、日常记录都非常好用。我自己在拍婚礼的时候也会经常带着它，特别适合抓拍一些小细节或者是自然表情。当然啦，商业照片就不方便拿出来展示了，但我可以很诚实的跟你说，它的实战表现完全过关。对焦方面，这支镜头虽然没有搭载富士的 LM 线性对焦马达，而是用传统的 DC 微型马达，但实测下来对焦速度真的是挺快的，平稳顺，没有那种镜头在推玻璃的那种推动感。用 GFX 100S2 实拍测试，无论拍照还是抓拍，对焦都非常精准快速，即使在光线不好的室内环境，对焦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拍照时对焦声音几乎听不到。拍视频的话，除非周围环境特别安静，不然也不会干扰到录音。所以整体体验，我给它一个大大的好评。虽然没有线性对焦马达，但该有的表现一点都没少。再来说说画质，它的中心锐度非常的好，边缘在广角端稍有一点下降，但不影响它实际的观感。畸变和暗角控制也很不错，色散也很轻微，几乎不需要特别去处理。最让我惊喜的是它的色彩表现和对比度，完全延续了富士镜头的一贯水准，你根本不会觉得它只是一颗套头或者是所谓的狗头，画质真的打得过不少价位更高的镜头。虽然最大光圈只有 f4.5 到 f5.6， 看起来不大，但因为是中画幅，景深控制依然比全画幅要浅一些，背景虚化还是挺漂亮的。我自己拍照时干脆就直接当它是恒定 f5.6 光圈来拍摄，70毫米拍人像，背景柔和自然，画面也很干净。当然你也不能指望它跟 f1.7 大光圈去比啦，毕竟人家是狗头嘛，就别为难它了。总结一下这支镜头的优缺点，首先它小巧轻便，特别适合旅行和随拍，完全不会给你带来负担。成像画质高，画面锐利，拍出来的照片也非常有质感。支持防尘防滴设计，几乎适应各种天气条件，不怕恶劣环境，而且性价比非常高，特别是作为套机镜头搭配，性价比更是没得说。当然缺点方面，它的最大光圈稍微小一点，
在低光环境下可能有点受限，拍夜景时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另外，它采用伸缩性镜头设计，开机时镜头必须先转到35毫米，可能需要时间适应一下。最后，它没有光圈环，光圈通过机身来调节，这对习惯了使用光圈环的朋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。如果你正在考虑入手中画幅系统，又希望轻松带出门，或者搭配 GFX 50S2 做轻量化拍摄，这颗 GF 35到70毫米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选择。即使预算有限，也不用担心，它的画质绝对对得起它 GFX 的名号。好了，今天的 GF 35到70毫米评测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中画幅轻便镜头，或者有想看其他富士镜头的评测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记得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